宝正在妈妈脸上，正跟妈妈贴贴。下一秒，爱宝直接原地弹射了起来，表示在压，老娘都快被你闷死了。果然，宝家母女之间的温馨画面永远超不过3秒。爱宝防止再次被压，走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躺着。尤其是最近爱宝的母爱越来越少了，去室外玩耍时，瑞宝、辉宝挡着通道门不往前走，爱宝直接一脚上去让瑞宝让开，然后再无情的从瑞宝身上跨过去。瑞宝有点委屈，爱宝一脸傲娇的表示：“你能拿我怎么样呢？”再例如，辉宝躺在小亭子上好好的，只因爱宝看他不顺眼，就将辉宝从小亭子上推了下去。爱宝表示这个小亭子是自己的，让辉宝去一边。等辉宝再次爬上来时，爱宝又一次给辉宝推了下去。爱宝越这样对待瑞宝、辉宝，反而瑞宝、辉宝更粘人。辉宝也尝试过反抗，但爱宝一抬手，辉宝就被吓跑了，不然就是放任瑞宝、辉宝自己玩。关于带娃，现在爱宝是一点也不想操心，只要姐妹俩别打扰自己吃竹子就可以了。姐妹俩在树旁玩闹，爱宝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吃竹子。而爱宝对于室外的留念就是室外的食物，食物吃完，爱宝就开始着急回室内了。姐妹俩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想法，只知道跟着妈妈，以及不要让自己独自留在室外。所以每当爱宝回家时，姐妹俩就会立马跟上。老宋头现在感觉每天收熊是越发的简单。当满足瑞宝、辉宝一天的活动量后，他们想回家的心比饲养员们收熊的心还要强烈。瑞宝、辉宝现在就像爱宝一样，对内舍已经有了归属感。只有回到自己的小房子，自己才会感觉到家里那独有的温馨。今天下班时间到了，瑞宝和辉宝正在小亭子上陪着妈妈吃竹子。瑞宝这时也胃口大开，而辉宝这里心里只有盆盆奶。妈妈和姐姐都在吃竹子，就辉宝自己不感兴趣。瑞宝眼看妈妈的竹子吃得一口接一口，吃得好香，感觉自己手里的竹子没有妈妈手里的竹子好吃，硬是给妈妈手里的竹子给抢了过来。瑞宝也尝不出竹子的好坏，爱宝吃的是竹叶，瑞宝吃的是竹竿，所以就算瑞宝怎么吃都吃不出爱宝那享受美食的样子。一会儿老宋头开始敲门了，这次爱宝和辉宝神同步的一起回头查看。辉宝已经对自己的盆盆奶期待很久了，而爱宝更是早已经想回家了。爱宝毕竟是成年人了，每天面对这么多姨姨，没有个私人空间，让爱宝始终放不开。每天只有回家后才是自己的个人时间，辉宝紧跟其后，而辉宝这里就这样一直抱着竹竿啃着，这让老宋头都看不下去了。老宋头让瑞宝别啃了，不然自己明天又要被骂了。老宋头拿着小苹果来到园区，让瑞宝赶紧放下手里的竹子来吃自己的小苹果。瑞宝也没有犹豫，瑞宝是知道什么东西好吃的。瑞宝吃完老宋头的小苹果后，直接走回了家。现在老宋头收熊就是这么简单。今天老宋头在门口一喊爱宝，爱宝就心领神会的走回家了。但姐妹俩此时还在呼呼大睡，于是老宋头又开始整活了。起初瑞宝、辉宝是很想回家的，为此看到妈妈打算回家时，姐妹俩还特意从树上下来。首先是瑞宝，瑞宝下去后立马来到妈妈身边，辉宝紧跟其后，也慢慢从树上下来，跟妈妈一起离开了下班。一会儿，爱宝看到通道门开了，直接走了进去。辉宝的小短腿此时发挥了最大的用途，紧跟在妈妈身后，让爷爷根本来不及让自己与妈妈分开。姐妹俩以为这就下班了呢，表现得很是积极。而因为姐妹俩跟进去了，爷爷只能让爱宝出门，让爱宝甩下瑞宝、辉宝。而姐妹俩眼看这还不是下班的时候，出来后就上树上睡觉去了。但这一睡就睡过头了。爱宝到了下班点，自己什么也不管的直接回了家。老宋头立马来到园区，开始他的叫醒服务。此时瑞宝、辉宝并没有任何想醒来的意思。老宋头走进园区，收拾了一下一旁的竹子，然后接着来到姐妹俩身边，摸摸辉宝的小脚。辉宝显然已经猜出是谁在摸自己的小脚了，心中没有丝毫的波澜，缓缓睁开了眼睛。老宋头看辉宝醒了，又去摸了摸瑞宝的屁股。很快瑞宝也醒了，当然老宋头也不白摸，伸手拿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胡萝卜分给了姐妹俩。对不想回家的宝家，老宋头又出手了。不过老宋头今天出手的对象不是瑞宝和辉宝，而是爱宝。今天下班点到了，此时爱宝正和辉宝在小亭子上玩耍，瑞宝这里独自在小木床上躺着吃竹子。瑞宝此时的状态舒服的太不像话了，实在不行给瑞宝送学校去了。这时老宋头来到园区，打开房门喊瑞宝、辉宝回家吃饭。此时听到门响的辉宝和爱宝也不打闹了，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默契的很。老宋头走进园区拍了拍手，这时先被吸引过来的是小滑梯上的辉宝。辉宝走过来后没有丝毫的犹豫，看到老宋头关上了他的房门，辉宝一个急转弯就跑向了自己的通道。
而这时的瑞宝此时翻了一个180度的跟头，从小床上翻了下来。瑞宝现在比辉宝都会整活了。瑞宝下床后和辉宝一样，都没有过多的犹豫，都是径直走向了通道门口。老宋头看着瑞宝、辉宝都回家了，爱宝这里还在犹豫。老宋头根本不给爱宝犹豫的机会，老宋头直接带着自己的诚意走到爱宝的面前，将一块清甜可口的小苹果摆在了爱宝的面前。爱宝看到后立马就走了过来。看来大熊猫的近视是选择性近视，对于胡萝卜爱宝，但对于小苹果爱宝从来不近视。而这时的老宋头就蹲坐在门口看着爱宝，直到看到爱宝向自己走来，自己才走回房间。同时爱宝也走回了家，最后园区就只剩乐宝了。乐宝还在等待着老宋头会像对待爱宝一样给自己哄回家。老宋头也没让乐宝失望，老宋头站在通道门口呼喊着乐宝，表示爱宝已经在房间等乐宝了。乐宝哪能受得了老宋头的这句话，直接就从小木架上下来了。让爷爷不在，宋可云算是彻底放飞自我了，快给乐宝的园区当成自己的园区了，在乐宝面前肆无忌惮的走动，还特意给乐宝叫起来，让乐宝吃点东西，不要一直睡觉，不然都要变瘦了。给乐宝投喂完，老宋头又大步走进了爱宝的园区。这时瑞宝正在吃地上新长出来的竹子。今年园区的许多地方都冒出了竹子的根，并开始从冒出来的根部长出竹子。不知道的姨姨总是以为他们是在吃草。宋可云就这样站在通道门口，呼喊着瑞宝、辉宝，全然不管此时还在园区的爱宝。甚至爱宝就这样直视着宋可云，宋可云淡定自如，甚至还给自己的门关上了。江爷爷在的时候，宋可云还能收敛一下，江爷爷不在，这让宋可云体内一直被压制的叛逆心理终于释放了出来。而这时圣熙姨母也开始在通道门口喊姐妹俩了。姐妹俩今天很配合，在姨母和爷爷的呼喊下乖乖走回了家。而爱宝这2天尤为的淡定，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江奶爸不在，爱宝现在这也不服管教了，觉得园区除了江爷爷以外没人能管得了自己了。可怜的宋可云便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来到园区，不断的尝试哄爱宝回去。爱宝则是一副让宋可云不要着急的姿态，等自己吃够了自然会回去的。爱宝总是有自己的想法，等宋可云回去后，爱宝这里也吃好了，没用宋可云喊，自己就回去了。爱宝这里产青团还是那么有规律，就算自己跑去了室外的通道门口，但感觉到青团要来了，还是会等跑进草丛里后再产青团。今天江爷爷在中国参加粉丝见面会，刘老宋头自己在家带娃。很多姨姨看到瑞宝和辉宝在韩国待得这么舒服，再加上很多杂乱的消息乱传瑞宝、辉宝回国的时间，这次江爷爷在粉丝见面会上也正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复。瑞宝跟辉宝明年真的会回去中国吗？내년은 아니고요. 4세 이전에 돌아가야 되는데 루이바오 회이바오는 2023년에 태어났었으니까 27년도 아마 1, 2월 정도가 되지 않을까라고 생각이 됩니다. 근데 규정은 다 똑같기 때문에 루이바오 회이바오도 결국은 돌아가야 될 것 같아요. 瑞宝、辉宝是2023年出生的嘛，基本上规定上是4岁以前要返还，所以预计可能是2027年。同时，宋爷爷的粉丝们也没让宋爷爷失望。虽然宋爷爷没有去成中国，但中国的粉丝们一直在江爷爷面前 cue 宋爷爷，还让江爷爷给宋爷爷打电话，真是太给宋爷爷画面了。不过江爷爷婉拒了，因为觉得老宋头在韩国太忙了。江爷爷开玩笑道，其实是怕老宋头抢了自己的海报，因为粉丝想让江爷爷帮忙收下宋爷爷的海报。江爷爷表示，如果是自己的话还可以，老宋头的就算了，拿着还是。제 그림이면 받으려고 했는데 송박 그림이라 받고 싶지 않아요. 所以如果是画他想收，但是老宋头这里等江爷爷回来后，肯定有小情绪。这2天就开始偷摸在瑞宝、辉宝耳旁说江爷爷坏话，例如江爷爷出去玩了也不带咱仨，而且人家送咱们的小礼物，你江爷爷也不帮咱们收，等他回来咱们一起对他生闷气。因为江爷爷走了，所以没法轮班了。老宋头这里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姐妹俩这里也没有为难老宋头。就比如昨晚下班时，姐妹俩也没有调皮，在老宋头给姐妹俩送来小零食之前，瑞宝这里就已经蹲在通道门口等着了。老宋头对姐妹俩讲，不用着急，还可以在园区玩一会儿，顺便还给姐妹俩送来了小胡萝卜。但试问爱宝为什么没有？爱宝来到老宋头的门口，问老宋头要属于自己的那块胡萝卜。老宋头表示，爱宝的胡萝卜太大了，下班前吃不完了，所以只能让爱宝回家再吃。姐妹俩这里吃完胡萝卜后，乖巧的来到通道门口等着。等通道门打开后，辉宝立马跑回了家。
瑞宝这里也没犹豫，紧跟在后面。上周经过将爷爷对乐宝、爱宝的血压体检演练，在这周里，爷爷配合兽医们，成功对爱宝和乐宝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体检。情况上和演练时一样，爱宝不管是面对奶爸还是兽医小哥哥给自己放置血压检测工具，都是显得很平淡。看爱宝的眼神，坚定的眼神好像要瑞宝。在爱宝模拟体检时，将爷爷就夸过爱宝，而且自己还帮爷爷阻拦着瑞宝和辉宝。爱宝，手잡고 다시 보여주세요. 옳지. 아 좋아.爱宝是完全信任奶爸的状态，而乐宝这里就显得没那么自然了。乐宝有种强撑着自己，硬着头皮接受的感觉。因为体检时绑带所带来的压力感，所以乐宝时不时的就会低着头，很不老实，生怕兽医是来谋害自己的。双开门大熊猫也有着自己柔弱的一面，就像将爷爷给乐宝模拟体检时一样，看到圣熙阿姨手里的血压检测绷带时，一直不放心，时不时的去查看，然后再看向奶爸，想问奶爸姨母手里的那是个什么东西，不会是来谋害自己的吧？始终放心不下。当奶爸接过姨母手里的血压绷带时，乐宝直接表示拒绝，就连小零食都不吃了，直到将爷爷给爱宝搬出来。아까 아이버 했는데 아이버 엄청 잘하더라. 응? 아이버 엄청 잘해. 봐봐. 다시. 乐宝一听到爱宝，立马鼓起勇气，表示自己不能在爱宝面前丢人。乐宝此刻也是个为爱冲锋的战士，而之所以体检，则是因为爱宝和乐宝年纪大了，到了该养生的年纪了，而血压则是其中需要管理的项目之一。只不过乐宝这里跟爱宝比起来，胆儿太小了，明显还需要再慢慢适应。瑞宝和辉宝彼此之间一定是有他们自己的交流方式。早上瑞宝、辉宝都在独木桥上睡觉，这时辉宝肚子传来了咕噜咕噜的声音，是辉宝的肚子提醒辉宝该起来吃点东西了。辉宝起身后看到姐姐身前有一捧竹子，于是辉宝小心翼翼地走到姐姐身边。辉宝害怕打扰到姐姐睡觉，所以动作很轻，有点蹑手蹑脚的样子。这时的辉宝够不着竹子，没有去责怪姐姐是因为她挡着，而是只怪自己的腿太短，明明就在眼前，自己却够不着。辉宝虽然在家小心，最后还是给瑞宝碰醒了。这氛围一下给双方都整得有点不知所措。刚好这时竹子倾斜过来，辉宝咬下几片叶子，赶紧走去了另一边。瑞宝转过头，宠溺地看着自己的这傻妹妹。辉宝吃完这几片竹叶后，倒头继续睡去了。而在辉宝睡后，瑞宝醒了。瑞宝拿出一根竹子，想着递给辉宝。姨姨们不知道姐妹俩是怎么沟通交流的，但姨姨们能看懂瑞宝和辉宝彼此的小动作和小心思。一会儿姐妹俩醒来，姨母给姐妹俩送来了小零食和竹子。辉宝也就在圣熙阿姨这里能够如此的听话，可以被其随便摆弄。喂完小零食，再给辉宝搂进怀里，检查一下小牙齿。辉宝今天又可爱到犯规了。宋光君早上怕不是拉了坨大的，这体重怎么从40千克直接干到37千克了？这怎么还减上肥了？是因为去室外因为太胖爬不到小树上而郁闷了吗？还是因为太胖上不去小床被姨母忍不住笑出了声的原因？这怎么还管理上身材了？这让爷爷看了又要心疼了。辉宝爬不上小树，爷爷看到后的第一反应不是直接笑出声，而是不断鼓励辉宝，还试图替辉宝寻找方法，让辉宝不要灰心，下次再试。그래. 방법을 찾았어. 꼬이도 방법을 찾은 것 같아. 그렇지. 옆에 나무를 이용하는 거야. 아이, 못 올라가겠어. 꼬이 잘했어. 내일은 올라갈 수 있을 거야. 내일은 올라갈 수 있어. 이제 대나무 많이 먹어야 돼, 이제. 而老宋头看到了，则开始研究，是不是因为这个小亮台摆放的位置不行，是不是还可以改进一下小亮台。从不会去说辉宝体重的事儿，虽然辉宝听不懂胖是什么意思，但爷爷们却怕辉宝听到心里去。而辉宝这里体重突然的下滑，让爷爷们也很迷惑，甚至有些心疼。姨姨们反安慰饲养员，猜想这一定是辉宝早上趁测量体重前拉了坨大的，给爷爷和姨母开了个玩笑。不过今天姨姨去看瑞宝、辉宝时，这姐妹俩体型对比，果真看不出谁大谁小来了。辉宝这4斤青团可真管事儿啊！乐宝这2天看到自己孩子园区那里添加了好几个新家具，又看了看自己这个木架，一下就没有当初对木架的热情了。对木架没有热情后，乐宝这2天回家都变得积极了，都不用奶爸喊了。乐宝的小耳朵一立起来，就知道是奶爸给自己的通道门打开了。而自从瑞宝、辉宝这里多了这3个丰容后，都忘记室外园区的事情了，每天单在室内玩就累够呛了，就该回家去吃盆奶补充体力了。今天瑞宝、辉宝的生活就是这般，饿了有姨母将竹子递到嘴边，无聊了有妈妈陪着。这小躺椅就是要抢着坐才有意思，而且也没人说当妈妈的不能坐。爱宝直接给瑞宝挤开，强行霸占瑞宝的小躺椅。
姐妹俩这2天因为玩具太多，玩得太嗨了，一心只想着玩，都忘记吃饭了，体重都明显下滑了。之前辉宝体重都突破80斤了，现在又掉下来了。每天就靠回家喝的那顿盆盆奶来维持。今天先想要回家的是瑞宝，瑞宝此时站在高高的树杈上，看着姐姐的一举一动。瑞宝不断的拍打着爷爷的房门，让爷爷快快开门。虽然瑞宝每天看起来无忧无虑的，但是他也有每天自己要思考的事情。现在这就是一件着急回家喝盆盆奶，这给瑞宝急得直接单手站立。看瑞宝这站姿再往下发展，都可以直立行走了。瑞宝喊了好一会儿，可算给通道门喊开了。喊开通道门后，瑞宝毫不犹豫地走回了家。此时在小树上的辉宝还在思考着具体回家的事情，同时还有爱宝。爱宝正趴在小木床的扶手上。今天爱宝没去室外，爱宝看着室外的通道门，还在想着去往室外的通道门是不是该开了。园区里一棵不起眼的蕨类植物，却是江爷爷用心挑选过的观景植物。江爷爷对其惟妙惟肖的介绍，听得其他饲养员们云里雾里的，虽然听不懂，但感觉很厉害。江爷爷说他现在这黄不拉几的样子，是因为他还没长成，只需要等到明年5月份，它们就会变得很大。江爷爷还讲到他的其中一个部位就是韩国人喜欢喝的玉竹茶，将其风干后就可以泡水喝了。但江爷爷让他们不要有这个念头。江爷爷选的植物每一棵都是江爷爷的命，当然不能给他们碰，除非他是福宝。这2天里，江爷爷又去采摘了自己农场里面的黄瓜，突然发现不管什么菜在江爷爷这里都可以像泡菜一样腌制一下，这个泡菜调料真是万能调料。除了这个，江爷爷还给自己来了一个拍黄瓜，看来拍黄瓜这道菜是没有国界的。不同的是，江爷爷拍黄瓜不是用刀，而是用棒槌。江爷爷在这次随笔中讲到，黄瓜就是自己小时候没有零食时最好的零食，在田里直接从瓜藤上摘下来，在裤子上擦一擦，然后咬上一口，这个感觉仿佛全世界都是自己的。江爷爷还表示，在韩国很多爬山的人为了方便携带以及缓解爬山时的口渴，他们会选择带上几根黄瓜，吃完就没有了，不会像水杯一样喝完水还需要继续拿着水杯前进。江爷爷表示，黄瓜的生长速度很快，前几天看还很小，想着过一阵让它再成长一下，但不知不觉中就收获迟了，黄瓜就老了。江爷爷还听朋友说过关于黄瓜的一个神奇妙用，将洗干净的黄瓜放到冰箱里冷藏，等喝完酒的第2天空腹吃上一根，还可以用来解酒。当然这一点只是江爷爷听说，而江爷爷对于黄瓜的喜欢程度已经到了连自己浴室中的香皂都是黄瓜气味的。江爷爷表示，黄瓜是一种谦逊的植物，开的花虽然不会特别的漂亮，但那朵朵盛开的星星模样的黄花却也能让人停下驻足。黄瓜虽然谦逊，但也想要得到认可和喜爱。老宋头这里今天在室外园区看着小树上的亮台，又研究上网。每次老宋头眉头一皱，园区下周就会出现新的东西。而此时室内园区的瑞宝辉宝又在吵着去室外园区了。自从瑞宝辉宝能去室外园区后，爱宝这里感觉带娃真是越来越累了。以前姐妹俩没去过室外园区还能糊弄糊弄，现在不行了。现在瑞宝辉宝说室外园区也有他们的一份。不过对于姐妹俩下班回家的工作，还得让爷爷们来。爱宝今天一到下班点就回家了，提前比姐妹俩回去一会儿，也能独自享受一会儿清静。而姐妹俩则在园区根本不想回去，江爷爷只能来园区理火，因为盛熙阿姨在通道门口都快哑了。江爷爷来到园区后，先是给小滑梯上的辉宝哄了下来，一旁的瑞宝坐在小树上仰头看着爷爷和妹妹。瑞宝的小心思细腻着呢，虽然瑞宝小，但瑞宝什么都懂，看到爷爷只跟妹妹玩不跟自己玩，指定是又吃醋了。不过辉宝这里从小滑梯上下来后并没有跟上爷爷，而是爬到小树上找姐姐去了。现在瑞宝辉宝下班又成问题了。此时爱宝在室外玩完，正准备带着姐妹俩回室内，走到门口发现还少一只，又掉头走了回去。现在爱宝的任务就是给姐妹俩一只不落的全带回去。今天爱宝出门时嘱咐了姐妹俩要听自己的话，让其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松到处玩耍，什么时候不能乱跑，要紧跟着妈妈，跟着大部队。爱宝给另一只带上后掉头走了回来。辉宝让妈妈和姐姐走前面，自己负责断后。这一家3口真是越来越有画面感了。瑞宝辉宝在室外开心的同时，2个爷爷时隔半年再次来到了望福石上。不过望的不再是福，而是瑞和辉。2个爷爷轮班，135江爷爷来，246老宋头来。姐妹俩整齐的回家后，江爷爷又偷偷来到园区，悄悄观察了一下姐妹俩。姐妹俩在室外属实玩累了，
回到家后就爬到树上睡觉去了。但爱宝这里好像没有逛好，因为爱宝在室外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带娃看孩子了，自己没有得到充足的放松。爱宝又来园区来回转了数圈，爱宝转了几圈后又饿了，来到了小亭子上，给瑞宝挥宝树上竹子，抽了几根下来，给自己垫了垫肚子。这时马上就要到下班点了，所以爷爷们还没有再次来给爱宝放新竹子。爱宝吃完竹子后，很快爷爷就给通道门打开了，爱宝走回了家。这是姐妹俩第一次独自去室外。爱宝回去后，让爷爷等不及的来到了园区，给姐妹俩检查身体，看看姐妹俩有没有在室外园区受伤。此时小滑梯上的辉宝心里对室外园区还是念念不忘的。辉宝看到爷爷走后，又想悄悄溜去室外园区，但通道门没开，加上门口比较黑，路都没走到头，辉宝就害怕的溜了回来。瑞宝这连续2天主动下班，都让老宋头有点不适应了。瑞宝这在通道门口站起来四处观察的样子，分明就是个小孩嘛，这让一旁的爱宝都看恍惚了，心想瑞宝怎么跟奶爸们一样2条腿走路了。今天下班点到了时，爱宝听到了外面引导员姨姨疏散游客的声音，一下子就坐了起来，然后分别看向了通道门口和奶爸门口。这时爱宝看到调皮的瑞宝在自己身后爬树的模样，这不让自己省心的样子，让爱宝更坚定了自己想回家的心。爱宝给瑞宝从树上喊了下来，然后便走下了小亭子。被喊下树的瑞宝没事干了，只能去给爱宝添乱。爱宝走到通道门口，喊奶爸给自己开门时，瑞宝像疯了一样在园区四处跑跳，释放着自己最后的那点体力。爱宝喊一声就回到自己的通道门口看看，喊一声就回自己的通道门口看看。爱宝来来回回看了2次，爱宝的样子让瑞宝都为此感到着急了。瑞宝直接在通道门口站了起来，心想这怎么回事儿？自己好不容易想主动下个班了，老宋头这里怎么还掉链子了？急得瑞宝又围着园区跑了一圈，等再回来时，通道门便打开了。瑞宝挤到妈妈身前，想要做第一只回家的大熊猫。而与此同时，辉宝这里还在树上呼呼睡大觉。姐妹俩这时而性格一样，时而性格不同，给爷爷们带娃体验感直接拉满。难得瑞宝今天想主动下班，辉宝这里也没让爷爷和姨母催，就直接回去了。因为爷爷跟瑞宝辉宝讲，只要姐妹俩听话，以后天天让瑞宝辉宝去室外玩耍。今天白天，将爷爷终于给姐妹俩把那期盼已久的室外通道门打开了。玩开心的瑞宝辉宝下午回到园区后就很听话，果然小孩子是最容易满足的。下午时，瑞宝和辉宝一左一右的陪在妈妈身边，爱宝则爬在独木桥上守着姐妹俩。一会儿，爱宝突然想吸熊了，爱宝走到了离自己最近的瑞宝身边。瑞宝察觉到妈妈过来后，下意识还用手挡了一下。爱宝对瑞宝讲：“你挡有用吗？你挡是没用的。”还没等辉宝再次开口说话，辉宝就从小亭子上掉下去了。辉宝掉下去后，瑞宝这时又爬上来了。这时候可看出有2只熊的好处了，那就是玩丢一个还有一个。这时突然通道门开了，爱宝和瑞宝神同步的起身查看。激动的瑞宝起来后，想从小亭子上翻下去。爱宝看着自己这没脑子的傻闺女，这傻行为，立马就给瑞宝拉住了，制止了瑞宝的这一举动，让瑞宝赶紧上来。提醒完瑞宝，爱宝这里就往家走了。但这时通道门又关上了，爱宝走到奶爸的门口，给奶爸敲门，瑞宝则负责守着通道门口，做收妈妈之力。通道门一打开，瑞宝就第一时间跑进去了。接着是爱宝、辉宝这里从刚才不小心摔下小亭子后，就一直在小亭子下面躺着没有动，给姨姨们演绎着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睡一觉的心灵鸡汤。辉宝回过神来后，发现妈妈跟姐姐都走没影了，这才赶紧跟上。大小姐驾到，通通闪开！爱宝对待自己孩子喜欢的时候是真喜欢，嫌弃的时候也是真嫌弃，就是这样的爱憎分明。爱宝讨厌姐妹俩时，恨不得给姐妹俩直接摔个屁了，亦或是直接送出去，问奶爸要不要，要的话直接拿走。以前揍福宝，好歹都给福宝头上安个理由，现在揍瑞宝辉宝，统一称为是教瑞宝辉宝防身技能，同时从小给姐妹俩施展威压，让他们分清大小王，这样姐妹俩长大后就只会害怕自己。因为以前福宝时自己单挑福宝，福宝始终都是打不过爱宝的，现在不一样了，姐妹俩团结起来，爱宝就吃不消了。所以趁姐妹俩还小，能多揍一顿就多揍一顿，以后就不一定谁揍谁了。况且姐妹俩现在就有试图反抗的苗头了，再加上现在人多了，有时姐妹俩真犯错了，爱宝还容易搞混。平时鬼点子最多的辉宝打不过妈妈，转头就打姐姐，
辉宝揍瑞宝时，刚好被江爷爷看到。江爷爷来到姐妹俩身边，试图拉架，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辉宝还敢当着爷爷的面揍瑞宝。爷爷试图让瑞宝反击，眼看瑞宝文文弱弱的，江爷爷直接上手，拿着瑞宝的小手帮瑞宝揍辉宝。江爷爷一顿操作，非但没有赶走辉宝，辉宝这里反而给瑞宝咬得更狠了。这次江爷爷感觉自己是帮了倒忙，之后就没再见江爷爷主动拉架了。姐妹俩之间的事情还是让他们彼此解决吧。而爱宝喜欢瑞宝辉宝时也是真喜欢，简直像是要给瑞宝辉宝揉进自己的骨子里。姐妹俩经常讲妈妈的爱容易让人窒息，真是爱的时候爱到底，打的时候打过瘾。室外园区现在开始飘落叶了，辉宝也很懂得小智，瞄准落叶堆一下就躺了下来，开始打滚。这让此时正在园区上方的老宋头刚好撞见。老宋头此时感觉这个画面有些熟悉，觉得是时候给瑞宝辉宝收集一些落叶用来玩耍了。老宋头想到了以前福宝玩耍落叶的样子，情绪价值直接给老宋头拉满。福宝喜欢借助落叶的光滑在上面打滚，躺在落叶堆里一整个给爷爷和姨姨们甜蜜到了。福宝滑下坡后还会自己重新爬上去，然后再次坐在落叶上滑下来，反反复复，像是要把自己完全融入到落叶里。现在瑞宝辉宝接替了福宝姐姐来享用园区里的落叶，准确的说应该是辉宝，因为瑞宝这倒霉孩子今天又没去成室外园区。这2天瑞宝一到去室外园区的时间就犯困，而爷爷们又不忍心叫醒他，于是今天又是辉宝和爱宝出来营业。辉宝今天自己出门，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妈妈的眼里。辉宝表示妈妈一直盯着自己都没办法给姨母们整活了，于是辉宝只能折腾妈妈了。在妈妈面前来了个假摔，表示自己需要跟妈妈抱抱才能起来。爱宝不想搭理辉宝，辉宝便在爱宝身边不断的打滚。辉宝这下属于自娱自乐了，没有姐姐陪在身边，辉宝这独自玩耍的模样又让老宋头想到福宝了。感觉出辉宝的无聊后，才明白福宝当年是有多坚强。辉宝虽然这时候没有人陪伴自己，但一会儿回室内了就会和姐姐相见。但福宝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好在大熊猫不懂内耗，他们看到什么玩什么，上一秒的烦恼下一秒就会忘记。爱宝此时已经在通道门口徘徊好久了，终于盼来了通道门的打开。辉宝扭头看到妈妈已经离开了，辉宝这里还在故作淡定，但一想到室外园区又没人陪自己，立马就跟着妈妈一起回了室内。回到室内后的辉宝先是跟姨母们打了个招呼，然后便跑到树上找姐姐去了。此时的瑞宝还没睡醒呢，辉宝咬着瑞宝的屁股，试图再叫姐姐起床，跟姐姐说自己有多想姐姐。辉宝趴在瑞宝的身上，表达着自己对姐姐的思念。不过辉宝折腾半天，非但没给姐姐叫醒，自己也睡了。宋爷爷以后再也不用因为姐妹俩下班不回家而苦恼了，更不用再为此担心。截止到今天为止，瑞宝和辉宝已经连续3天自己下班回家了。宋爷爷当看到瑞宝和辉宝第一次下班回家时，激动的是이 녀석들 엄마 따라서 처음으로 퇴근했네. 완성. 同时宋爷爷还不忘感谢爱宝。宋爷爷表示是最近自己的腰不舒服，爱宝感觉出来了，所以帮自己把姐妹俩都带了回来。 송바오 허리가 너무 아파서 오늘 아이바오 힘을 빌렸습니다. 잘했어. 고마워 아이바오. 而在今天，就算不是宋爷爷值班，姐妹俩到下班点后也很自然的回了家。当然这离不开爱宝的努力。瑞宝和辉宝能够自己回家，爱宝是最大的功臣。爱宝现在给姐妹俩带来的威压，直接能给其下比较。现在饲养员们也有在刻意去锻炼爱宝带姐妹俩回家。为此，现在每到下班点时，爷爷亦或是姨母会将通道门一直开着，而通道门里面还有一个门，则是位于体重秤前通往房间的门，这个门则是处于关闭状态。而现在每次爱宝回家时，发现回房间的通道门没有打开，便会再次返回园区查看是什么原因，以及到奶爸门口询问情况。不过聪明的爱宝很快就明白了奶爸的意思。爱宝发现只有瑞宝和辉宝一起跟自己回去时，奶爸才会开门，于是爱宝就这样被迫接下了带姐妹俩回家的工作。当爱宝喊姐妹俩回家时，辉宝此时依旧想用老办法往树上爬，以为这样妈妈就会和爷爷一样拿自己没办法了。但爱宝可不会像爷爷一样留手，看出辉宝的小心思来后，爱宝立马去阻止辉宝，直接给爬到一半的辉宝从树上拽了下来。这样一来，辉宝也不敢再继续反抗，爱宝连踢带打的给辉宝弄了出去。而这时得空的瑞宝则趁妈妈没注意到自己，快速爬上树。爱宝给辉宝拖过去后，回来发现瑞宝已经上树了，
就在姨姨们以为爱宝这下拿瑞宝没办法了，下一秒不知是不是因为爱宝的威慑力太强了，亦或是爱宝在树下跟瑞宝说了什么，只见瑞宝看到妈妈回来了，竟慢慢的从小树上爬了下来，然后快速的跟上妈妈一起回了家。爱宝拿捏姐妹俩确实要比爷爷们轻松许多，而想必有了爱宝的这番教育，以后宋爷爷就不用再上树摘熊了。